嘿，大家好呀！从这一支影片开始啊，我会试着加上字幕，所以想看字幕的人可以点开右上角的CC字幕。那今天要来跑 X 抗体机的进度。记得上次我们打到第11关嘛，那这次就从12关继续前进吧。12关这个第一个小敌人是血狼兽，那我带的这个啊是狮子兽 X 抗体。说到狮子兽 X 抗啊，大家可以去翻一下X1这台附赠的漫画。这个漫画在说明书那里啦，你们也可以看到它有附赠一个4个漫画。那其中的某一格啊，狮子兽又死了。总觉得啊，狮子兽领便当已经是官方必玩的梗了。2020重启的这个动画之后，狮子兽如果出场，还有继续出场啊，感觉也逃不掉便当的命运了。而那个第一个血狼兽干掉之后，第二个这个是犀牛兽 X 抗体。话说啊，鬼灭之刃真是太好看了啦！这个礼拜我拍的影片应该都会聊这个话题吧。首先嘛，要来说的应该也只能是鬼灭配音的这件事了啦。毕竟啊，我对这一个事件是有点感触良多啦。从钟明轩的立场来说呀，我觉得他拍那支影片也是合情合理啦。很多人应该都有类似的经验，就是说明明事情已经谈好了，而且事前的准备工作也正在进行中，突然对方就只因为某种理由单方面终止项目，自己之前的付出啊、时间成本通通都打水漂，不气死才怪。好，等一下，第3个这个小敌人，这只叫尼菲迪兽 X 抗体，这是名字我记住了，上次遇到他的时候名字忘掉了。还有，继续说哈，刚刚不是说嘛，如果说被对方单方面终止啊，自己一定会气死才怪。那要是我遇到啊，我一定也会跟他一样抛影片上来啊。假的啦，这个让我遇到啊，我8成也只能够买罐啤酒啊，然后默默的把这件事情将配的啤酒吞下去，连扑浪的偷偷说啊都不敢 po 文。因为就算是匿名版呢，圈内人一看也知道是我嘛，匿名都不匿名啊。刚刚打完这一只叫做骷髅巨蜥兽，刚刚是巨蜥兽嘛，这个是骷髅巨蜥兽。然后很多人都说钟明轩很缺乏社会化，我只想说啦，去他的社会化！我一向是很支持敢爱敢恨的人啊。话又说回来啊，我也不认为说木棉花有做错的地方啊，因为其实刚出社会一般都是做比较算是被管理阶层嘛，可是其实到我这个年纪啊，其实也都有做过管理阶层的工作经验啦。那其实也是很明白啊，像这种遇到这种事情啊，真的也只能这样子弄了。而且他们在说的那个他们在争执那个契约到底有没有效，我就觉得其实也没有太大意义啦。因为其实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啊，为了最大利益，基本上你是管理阶层的人，对这种东西你该终止还是得终止啦。后面的事情也只能交给公关啊，尽量把事情圆满的处理。打王，最后这只尾王叫做杀戮比兽 X 抗体。这一只的 X 抗啊，这只狗就觉得还蛮酷的，只是说它3头犬嘛，在小点阵它那个另外2个头就比较做不出来了。继续说哈，其实像这个事情啊，当你做到管理阶层啊，真的啦，也只能够。其实很难说，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要顾全底下人的想法，可是真的啊，当你做到这个时候，通常该终止还是要终止，没有办法。那不过观众对八卦都是很敏感的啦，最后不是又扯出一个下雨事件，我也只能说啊，钟明轩嘛，以他自己的最大利益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。遇到这种情况，该终止的还是得终止的，是不是？当他立场对调之后，他遇到他们自己有利益的东西，他还是得去终止的。就算说会对对方造成麻烦，那也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两边都差不多啦，也没有说谁对谁错，顶多就是钟明轩他为了博版面啊，所以话讲的比较偏激一点，比较可以炒热度吧。
其实这件事情某方面来说，我也是蛮支持钟明轩的，因为真的敢这样子把事情说出来，真的很少，大部分为了职场啊，为了说自己未来之后的接 case 那些都默默吞下去，所以我是还蛮佩服钟明轩的啦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